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视频。今天我想要去一个马来西亚的邻国。马来西亚的邻国呢有4个，它就是文莱、印尼，还有泰国。接下来就是我想要去的一个国家，就是新加坡。现在我是在吉隆坡的转运站 TBS， 就是巴士转运站。我会搭一趟巴士下去一个叫新山的地区，然后再过新加坡。这个就是吉隆坡的转运站，巴士转运站是非常的多人，满满的人。现在我已经是在等候区，等在那个巴士，对，还没有到。这个就是我的票。这个就是它的等候区，它巴士会停在这个上面有写多少号的门。我今天呢是在6号门等待巴士，大概是用时4个小时多，中途会停一次，用餐、吃饭或者是上厕所。现在就是准备出发，走。这个就是它的巴士，是它的空位，它的座位是非常的大。现在我已经来到了 JB， 就是最靠近新加坡的那个关卡。这个是 JB 波迪新山。这个就是它的市区的街景。现在是星期一，是没有什么人。那里是一条河，然后后面有一个很美的印度庙。有时间看下有没有时间过去。大家早上好，今天就是新的一天。今天我是要去新加坡，现在我是在马来西亚，还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柔佛州 JB Central， 这个地方叫 JB Central， 就靠近的关卡那里。现在还在酒店，准备前往那个新加坡。这个就是今天要 check out 的一间酒店房。今天天气还是要下雨。现在是10月的4号，对面就是新加坡，然后等下我会过去那里就是马来西亚 JB Custom， 就是关卡。过了这个关卡过后，就要从这个关卡通过那个桥，直到新加坡一个叫乌楞的关卡。这个 JB 呢，如果是你们有时间有机会来的话，这里也有很多那个 shopping center， 就是那个商城，可以在这里购物。周末的时候有很多新加坡人过来这里买东西、游玩，带孩子一家大小过来这里去游玩。现在我过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什么国家？新加坡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对我来说，它帮助马来西亚很多华裔，提供了很多那个叫做工作机会，所以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感谢新加坡政府。因为他真的给那个马来西亚华裔非常多的工作机会，也非常感激新加坡人，因为他们每个周末都会过来新山这里消费，他们提高了新山马来西亚的新山区的经济活动，所以希望
他的那个国家虽然是一个小国家，希望他的国家是永远都那么富裕，永远都那么富有，还有经济永远都那么好。现在我要准备去吃一个早餐，吃完早餐我就过那个 custom， 然后我带你们去看看新加坡不用那个钱走一些免费的地方是怎么的一个过程。走。吃完我的早餐，我就前往那个 custom。在马来西亚去新加坡，它需要填写一个白卡，以前是白卡，现在是不一样了，现在是要上网填那个叫做软件，去下载一个软件叫做 MyICA。对，填完那些东西，大多数都是填你的资料、你的护照，还有你住新加坡的地方，你来回的城市，还有你有去过非洲吗？有没有发烧之类的。现在是10月4号，这个是暂时新加坡政府要求的如果是真的是疫情没有了，那个其实是没有那么严的了。现在我是在新山的 JB Central。那里，这个是一个妈妈档，这个是马来西亚的特色妈妈档。还有那个新加坡呢，其实对我来说它是没有什么地方去玩的。我进去新加坡是找我的朋友，因为新加坡有很多马来西亚华裔在里面工作，包括我的朋友之类的。所以对我来说，是新加坡只是走走。如果是第一次来新加坡玩的话，非常推荐你们去玩。这里新加坡有一些大赌场，还有一些小印度，还有那个牛车水，还有枪业机场之类的可以打卡的那地方，全部都是。如果是男孩子的话，他有一区呢是红灯区那一区就不介绍了。这个就是你们自己要去发掘去找。这个是我今天吃的早餐，这马来西亚的早餐，煎饼是非常出名的，来马来西亚一定要吃的煎饼。我来到那个马来西亚的关卡的附近，现在我要上一个楼梯。我右手边呢就是它的外观。等一下我会上去那个楼梯过去对面。如果是要用那个陆地过新加坡的话，2个时间段要避开，就是他们上班的时候，还有他们的下班时间，这里是非常的塞的。马来西亚这个来新加坡，它这里的那个关卡非常的多人，所以那个上班时间呢，就是他们上班9点是早上9点。他们会在凌晨的4点开始排队，到8点之间，所以这段时间呢应该是不适合进来这个新加坡。现在是我要搭巴士去新加坡，是唯一一个可以过去新加坡的方式。这个就是它巴士站。
现在我已经到了那个新加坡，从那个 check-in point Woodland 直到这个叫做 Kranji 的 MRT， 只要你到达那个 MRT 就可以通往全部地方，在新加坡的全部地方。在 MRT 如果是第一次来，当然是要买一张卡，那张卡呢就是 MRT 卡。付一个10块钱，他会给你一张卡，然后里面 credit 有5块钱。这个就是它的 culture， 那里也是 passenger service， 它的 top up 呢是在这个 machine 那里，然后这里还有厕所。现在我要通往去找酒店。现在我还没有在阿国达那里找酒店，因为这里的酒店实在太贵了。所以现在要看那个路线要怎么去跑。如果你们不知道哪里有酒店，你们去一个地方叫做 Geylang 的地方，那里有许许多多的酒店。所以现在我要往着那个 Geylang 那里去，那里也是一个红灯区。现在要转巴士，不是转巴士，转那个站去这个。现在我是在 Kranji， 要转去 Jurong East， 然后再转去 Geylang。我到了一个 MRT 站，叫做 Kallang 的 MRT 站。它是可以走去 Geylang 的一个 MRT 站。我已经找到了那个酒店，是在 Geylang 的一个小区里面。这个是我找的是最便宜的一家酒店。这个81号，这个就是 Geylang 的一条街，然后下面全部都是那些红灯区。如果是你们不介意的话，这一区比较乱一些可以住在这一区，因为这一区有很多那个背包客都会选择这里，酒店很多，然后酒店也是很便宜。现在我要去一个叫做昌邑机场，好像要下雨了。新加坡这个地方，你说它小，它也不小；你说它大嘛，其实它也不大。如果是你给我1个星期住在新加坡的话，应该我可以把整个新加坡步行，就是用走路的步行完整个新加坡，真的不大这里。但是你说它小嘛，这里都是密密麻麻的那些住宅。现在我往着那个Kallang的那个 MRT 站去走。现在我要做一个转站。我做这个转站呢，是从 Tanah Merah 转去那个机场，这个就是 Tanah Merah 的站。然后我要转去机场呢，它有写那个牌子，就这个。新加坡是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国家，但是给我如果居住在新加坡，真的会很压抑，因为地方真的很小，每天看着忙忙碌碌的人群来往在地铁上，有时候真的会让人疯狂。新加坡人群不是赶着上班，就是赶着回家的路上。